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一个新的工具啊，就是字幕翻译长文本，然后这个是使用免费的谷歌翻译，然后呢，接下来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功能介绍。这个就是首先就是如果我们使用就是为什么我要设计这么个工具啊？因为之前我就是做视频的时候，我有很长的字幕需要翻译成不同其他的语言。但是呢，它原生的谷歌这个翻译呢，一次性只能翻译5000个字符，这样子的话就是我得复制粘贴很多次，就特别麻烦。然后这样子呢，我通过写了一个代码呢，就现在就可以通过实现，就是说直接通过代码直接把文本的不同语言文本的文件直接翻译成任何我想要的语言，而且可以同时翻译多个语言。然后而且呢，这个方案目前是免费的。而且我之前也使用过 DeepL 等其他的一些付费的工具，甚至我付费了，最后还是不让我用，或者用的结果其实并不是很方便，因为我可能会翻译一些就是语言种类可能会比较多。目前就是谷歌翻译来看的话，就是说它支持的语言是最多的，像 DeepL 它很多像阿拉伯地区啊一些东南亚的一些语言它可能并不支持。好。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这个代码设计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吧。首先就是这个输入项基本上就有3个，一个就是原文件地址，原文件的语言是哪一种语言，还有目标语言列表，就是说我要翻译成哪些语言，对吧？我都要给它写出来。然后呢，然后下一步处理的时候呢，首先就是在上面一个多语言的一个翻译处理。然后呢，其中的每一个语言呢，对吧？首先我要检测一下这个语言我没有翻译成，检测就是翻译后的文件在不在。如果在的话呢，就可能就是不会再翻译了，这样防止我文件中断，这样我就不用继续再重新翻译一遍。然后呢，我会设置一个方法去自动的把这文本切割成，对吧？不超过5000个字符，这样子的话，最后再实现文本合并。然后保存的时候呢，就是按照就是我们翻译的原文件的这个语言名跟翻译后的语言类型，对吧？然后保存一下。然后其中呢，如果有异常，如果每次语言这个翻译中间出现了一些报错呢，对吧？它可能就会重新开始一次。好，接下来就是我来说一下，下面我们就到代码上来看一下，对吧？这个代码其实我已经上传到 GitHub 上了，对吧？位置在哪呢？对吧？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眼，在这个到我的频道主页上，对吧？我把这个已经传上来了，对吧？这个是视频啊，这个就是代码的这个文件夹，其实直接跳转到这个 Google Translate 这里，对吧？就是这个文件，这个文件跟这个language zh.json 这两个文件是必须的，这个英文的是用来参考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代码，对吧？这3个文件就在这儿，对吧？我先介绍一下上面这个文件吧。这个 language _zn 就是我们要填的原语言或者目标语言的一些简称，对吧？字典的简称，字典的 key， 这个是我们要使用的，后面只是方便我们自己去识别，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官方提供的其实是这个 language 的字典，就是前面是缩写，后面是就是要语言的原文，这应该是英语啊。所以说在这个代码里面，就开始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中文的这个字典给读进来，然后呢，就每次处理的请求我设置的是2秒，就是我建议就是大家做爬虫应该都做爬虫的话应该都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不能请求太多次啊，不然的话它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请求特别多次，还是有可能会被谷歌封掉你的 IP 的。好，接下来这里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单语言的这个翻译啊，我们从最下面来看吧，对吧？我们要设置的是什么，对吧？如果你要使用的话，直接就是把你这个原文件的这个地址，对吧，给复制在这里这个你可以把你的文件，就是你的文本文件放到这个 data 目录下面，对吧？data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是 Whisper 这个文件，对吧？这里是我的中文，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呢，我的原文件的 language in 就是我会使用这个设置成就是 zh-cn 就是中文，然后我的输出的语言呢，对吧？我可能设置了很多，对吧？可能有英文这个繁体各种各样子的，我都设置在了这里。然后这时候呢，就是你看我会把这个对吧？这个目录
这个原文件的地址，对吧？这个原语言跟原语言跟这个要翻译成的语言都在这里设置好，然后这里面就会自动去处理，其他的我不需要再动什么了。记得就是要把你这个原文件，这个要翻译的这个原文件要放到这个 data 目录下面，这样剩下全是自动的了。把这个文件改一下。这时候我们来点击一下运行，对吧？你看一下，就是前面就是已经翻译过的文件，对吧？它会输出到 output 这个文件下面，对吧？这个可以看一下，就是它已经成功了呢，对吧？这就是原文件名，对吧？这是字典的简称，然后这是中文，然后翻译成阿拉伯语，对吧？它已经翻译过程中的，即使中断了，你再重新再开始，它不会重新再下载一遍了。然后这整个目录结构呢，这个文件呢，我们去哪里下载呢？对吧？就可以直接到我的 GitHub 这个地址这里过来，然后直接点这个。你可以，如果你会代码的话，你直接就复制这个地址直接下载；如果你不会的话，你直接下载这个 ZIP， 然后就把所有东西下载下来，然后你直接使用就可以了。然后使用 PyCharm 打开。其实你在使用之前呢，我这里先不继续了。就是在使用之前呢，一定要先运行一个把需要的包给安装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terminal， 点一下下面的 terminal， terminal 之后呢，就会看到就是在我们的当前目录下面，我们会输入一下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 打一下 re， 然后 tab， 好，回车。这个安装呢，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些包，因为这里我要去用谷歌翻译嘛，谷歌翻译这里有个插件，这是别人用的，这也是最新的版本。然后这个 TQDM 是那个显示就是那个下斜杠，不是下斜杠，就是那个进度条的那个包，对吧？这个然后所以大家就是使用的时候呢，就是记得把这个提前安装一下，然后这里再继续运行。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之前已经运行过的成功的这些文件，它不会继续再跑一次的。好，这个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翻译出来的结果吧。翻译出来的结果，你看这个是原文件的中文，翻译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看一个英语，对吧？这是翻译出来的英语结果，对吧？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去网页上看一下这个谷歌原生自带的翻译，就是在我们这个 YouTube 如果你上传字幕的话，其实它这个会根据你这个原语言，对吧？比如说这里是英语，我点击这个修改。其实呢，如果这里是空白的呢，你可以点击按照原语言直接帮你翻译。但是这里面 YouTube 自带那个翻译呢，翻译出来结果你会看到，你看这里它会给你额外插一些标点符号，而且翻译的结果其实很差的。你看这 currently the API is still in the experimental stage。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翻译结果是什么样子的。第一是第5条，对 the current API is still in the test stage。这明显就是流畅了很多，而且也不会有额外的标点符号，会比较精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个工具的原因。好，这期节目基本上就做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在评论下方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我会把这个相关的这些资料，还有这个GitHub 地址都会贴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面。谢谢大家。